有些姑娘来找对象，那都是牛逼哄哄啊，觉得自己买上房了，那都比男人厉害了啊，就可以找到条件好的高富帅了，思聪都得搁家里等你翻牌子呢啊。上午呢，有一位这个姑娘来许愿，真的是做梦来的，一上来就跟我说啊，自己条件特别好，希望我能够帮她介绍这个优质男。听到这儿啊，我就立马跟我那池子里的王八们啊，小板凳啊都端好了。这姑娘介绍说呀，自己啊是91年的，身高有160左右吧，体重在110斤上下。这个私企工作，年薪在7万左右，父母都退休了，家里有个妹妹正在上大学。听完我就纳闷了，我说这个条件他也算一般呢，我就问他条件好指哪一方面，他立马笑了一下，骄傲的跟我说呀，我自己买了一套80多平的精装修的公寓房，一问呢还在郊区。说完还跟我感慨呀，现在和他这么大年龄的这个男人呢，有好多都买不起房子的，何况她还是女人呢，尤其珍贵啊。我问他贷款有没有，他说这套房子呀是首付1成买的啊，花了10多万，其中啊花呗还刷了6万，商业贷了将近100万，还30年，月供啊5000多，目前呢已经还了1年多了。听完那一瞬间，我跟王八们愣是没坐住啊，我那肝儿都颤了一下。多少？5000多？你一个月的工资啊才6000左右啊！我是佩服的啊，掏肝掏肺啊。我问他为什么要在婚前买房呢？他说啊，现在这个离婚率太高了，有套自己的房子特别有安全感。那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你愿意在婚后出房子和男方一起住吗？他听完说呀，那怎么可能呀？婚后应该在男方的房子里。那你愿意把房子出租出去吗？他说不行，我那装修啊都是我自己亲手装的，那出租啊肯定就糟蹋了。我又问他，我说那你爸妈帮你还贷吗？他说我自己有工资啊，未来结婚我也有老公啊，用不着我爸妈去还。听着这感情啊，找人接盘给他还房贷来了。我问他想找什么样的，他说啊，年薪20万以上，工作体面，有车有房，市中心学区房，面积不能低于140平，有眼缘的男士。听完我立马秒回啊，帮不到啊，而且你这32岁啊，也没什么年龄优势了，目测脾气性格也一般。这姑娘听完就不愿意了，说她买上房子之后，那全家人都夸她很厉害呀，值得更优秀的男士。我问他，我说有一位男士啊，年薪20万，硕士学历，国企做管理的，他房子有140多平，但是有房贷，需要还20年，月供7000多，你愿不愿意？他一听啊，那不行，他房贷7000，再加上我房贷5000，他一个月就要还1万多了，年薪20万根本就不够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哎呦，听完我就笑了，人家男方也没说给你还房贷吧，他却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呀，凭什么不给我还贷啊？那不然干嘛要娶我呢？听得我也是不爽，就给怼回去。你看看你自己，拿全家之力咬紧牙关付了1成首付，每个月那点工资啊，还贷都费劲儿，花呗、信用卡都刷爆了吧？还幻想着用名下有房来锁定更高阶层的男性，你不是在做梦吗？用郊区80平贷款房为条件去找市中心140平大平层的男性，你这不做会计真是可惜了啊！这杠杆原理学的不孬啊！你买的房子一没用来夫妻共同使用，二没有出租收益，男方却要替你承担贷款风险和政策风险，这男方要么是爱你至死不渝啊，要么就是个傻缺啊。现在很多姑娘都愿意婚前买房，可以啊，但是你得先解决好你面临的现实问题。如果你有能力全款买房，结婚前自住，结婚后用来出租，给家庭的总资产还增加一份不动产，每个月还都有租金收入，又或者你付了首付，而且单位的这个公积金啊能够覆盖月供，相信这2种情况不会有任何男性不喜欢，而且你还能在婚恋市场上提高自身筹码。反之，贷款30年，月供几千，还幻想在婚恋市场去找年薪20万以上的男人结婚，这根本不现实。人性啊都是自私的，恋爱需求的是情绪价值，婚姻啊本就是经济利益共同体。30年那可是半辈子替你还贷啊，那真的是上辈子欠你的啊，这辈子给你啊做牛做马来了。作为见了相亲几百次的过来人啊，老阿姨今天我呢就给你们这些相亲当中的男女们啊一些建议，听劝呢你就会找到对象。第一呢，找对象你要找你喜欢的，不要问哎呦喜欢的和合适的我该怎么选呀，不要找合适的。婚姻里面啊不存在将不将就，无非就是你没有扩大圈子去找罢了。量变引起质变，聪明的成年人啊是懂得会筛选的，有时间去做选择。他条件好长得丑，他条件差的长得帅，要不要委屈自己将就的功夫啊，多出去走走，出去找一找，不要宅在家里。如果不是圈子问题，还是没找到，那你就要考虑你的择偶要求是不是有问题，回去自查。第二呢，一定要找父母同意的。
大多数这父母作为过来人啊，基本上都会为儿女考虑，而且结婚是两个家庭的结合，婚后你是要走动来往的，所以父母中意的基本没毛病，父母不中意的尽量不谈，这都是老祖宗给的经验。第三呢，相亲这事儿啊，它不丢人，反而相亲会比恋爱要靠谱很多。条件我们大家就是摆在明面上，多看看门当户对，老祖宗都看这一套，你别想着逆天改制啊！不论男女，都要先看条件，不要说啊，只要人行，条件无所谓。一呢，你不要相信人性这个东西啊。二，婚后过的基本都是条件，那些没条件还跟你说我过得很幸福啊，那都是在死撑呢。第四，如果你条件不错，相亲是屡屡碰壁，你就要考虑是不是自身的认知问题，定位不对。你要找什么样的，你就得先成为这样的人吧。你别自己啥啥都不是，什么都想要。其次，你要明白对方喜欢什么样的。男人都喜欢女人的性价值高，而不是经济价值。越是中产，越看性价比。年轻、好看、性格温柔、有学历、工作稳定的女人是很容易拿捏中产男的。所以啊，想找中产男的女性啊，不要总说你年薪多少，房子多少套，多练练腰臀比，提升一下性价值，增加一下竞争优势。记住啊，这个圈子里面大家都是同性竞争。同理，男人你要想娶个条件好的优秀的老婆，你要提升你的经济价值，努力创造自己的价值，才会找到你想要的。在这个圈子里啊，没人去扶贫，经济学都告诉你了，买卖关系由供需关系决定。第五啊，宝贝儿，不要太相信爱情啊，也别恋爱脑上头，别去找负债的，别找月光族，别找有污点的，别找脾气性格不太好的，别找消费差距太大的，也别找对方父母看不上你的，等等这些。别问我为什么啊，大数据说的。第六呢，再说几个我天天说的事儿啊，大家都给烂到心里去。时间上呢，相亲1个月基本上都可以确认关系了，超过1个月表白被拒的就别联系了。慢热的、矜持的、不想谈恋爱的啊，这些都不要谈。千万不要网恋，要多见面。你聊得再好，见面不好都没用啊。第一次见面之后，女方回复你是爱答不理的，识趣一点，这个算了。连续3次约不出来的也算了，每次都是你请他，他从来未主动请过你的，送过礼给你的，你心有不满的也算了。吃饭带闺蜜的朋友的这种算了，一到晚上或者节假日就消失不回信息的，不敢接语音电话的也算了，谎话连篇的坚决不要等等。别幸存者偏差啊，大数据都是统计过的。最后呢，给女人一些建议啊，条件差的你越早相亲，趁着年龄红利期你还有资本可以挑，学历高的硕士博士的早点在学校里找，抢占先机。家庭条件好的、背景好的，让家长给你介绍，门当户对啊，多半啊不会出错。你工作不错的，比如体制编制的，在工作圈子里面找更占优势啊。女人记住啊，找对象一定不要超过30岁，年龄一旦大了，你所有的优势在男人眼里啊，可能都会变成劣势。你有钱有车有房，条件好的看不上，条件差的你看不上，条件同等的他们会觉得呀有压力。所以女人相亲啊，要抓住红利期，年龄很重要。再给男人一些建议啊，条件差的、没车没房的，回老家找，不要在城市里找，而且越早越好。失败不可怕，经验多了也比你那些年龄大、条件还一般再去相亲要有优势。条件一般的啊，25岁就开始找了，不要去参加那些相亲会，去了你会发现被秒成渣的。学历本科大专的，现在还在学校的，一定要在学校里谈一场，不要想能不能结婚啊。谈恋爱是可以提高你的恋爱情商，懂女人的思维方式，对你以后面对女性的社交是有很大帮助的。如果你在1线城市读大学的，出身寒门的，越要在学校里谈。找同背景的女孩子啊，毕业你们就可以留在本地里，可以继续谈呀。或者说是找本地的女孩子谈，也可以留在本地。因为除了学校，你会发现社会不仅仅对你残酷，对你的背景也会很残酷。学历高的读硕博的男人啊，先在学校里面找，里面机会多，也没有那么多现实。或者毕业之后啊，去了单位之后，早点开始找。如果你现实啊，就要找那些能帮助你的。如果你想谈爱情啊，就要找条件工作差不多的女孩子。在大城市里打拼，不确定在哪的男士，房子稳定了之后啊，定居在哪就找哪里的，遇到良人则成家。如果在你没钱的时候遇到一个女孩子想嫁给你，你也正好喜欢她，那就娶了吧。如果错过了，扎心的不再是你遇不到这个女孩子，而是社会对你也不友好。事业和爱情如何去权衡，两者从来都不矛盾。还是那句话，遇良人就结婚，不要想着等你赚多少钱再去找。女人呢，她不只看钱，她看的是综合条件。何况那些喊着要去创业、开着大奔回来娶你的，多数都开回了桑塔纳。
能成功的不到1%啊，最后还耽误了自己，还错过了那个曾经自己心爱的姑娘。我说的这些大家都要记住啊，宝贝儿，散会。